你是不是总觉得自己活得不快乐，甚至感觉人生好像一场逃不掉的苦难？或许你认为这是因为你经历了太多痛苦的事情，但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些痛苦根本不是发生在现在，而是来自你的记忆，你相信吗？你的大脑就像一台自动播放机，不停重播那些已经结束的伤害，让你以为自己环困在痛苦里，但实际上那些伤害早已结束。真正让你痛苦的是你自己选择不断回放它们，而这样的专注力不仅让你持续痛苦，还会影响你的显化结果，让你的未来真的变得更糟。这支影片，我将透过道德经与显化法则，让你彻底跳脱这种痛苦的回圈，开始真正活在当下，并为自己显化更美好的未来。这支影片的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，请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只要错过其中一个关键点，你可能就会错失改变人生的机会。你为什么总是活得不快乐？因为你把痛苦显化到了当下。道德经第16章之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。意思是，当你回归内在的宁静，你就能看见万事万物的真相。但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是，他们从来不让自己安静下来，而是让思维不停回溯过去，让自己重复体验痛苦。你是不是这样的人？我过去被骗过，所以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。我曾经失败过，所以我现在害怕尝试。我曾经被爱人伤害，所以我现在不敢接受幸福。你以为这是你的人生经验，但其实这是你的显化设定。显化法则，你的感觉决定了你的现实。你不停回忆的痛苦会让你的大脑误以为这还在发生，于是你的身体开始分泌压力激素，让你一直活在焦虑、恐惧和痛苦之中。科学研究证明，你的大脑无法分辨回忆与现实。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，当我们回忆一个强烈的情绪事件时，我们的大脑会重新激活当时的神经网络。这意味着，你回忆痛苦的当下，你的身体真的以为自己正在经历那个痛苦的事件。换句话说，你越回忆痛苦，你的大脑就会让你重新体验痛苦，无限循环。所以，如果你总是觉得人生痛苦，不是因为现实真的这么糟糕，而是因为你的脑袋一直在播放痛苦的回忆，让你以为痛苦还在发生，那该怎么办？我们该如何停止这种自我折磨的模式？如何改变你的显化设定，开始创造幸福？步骤一：停止为过去的痛苦输送能量。每当你开始回忆过去的痛苦，立刻问自己，我现在这一秒真的有问题吗？你会发现，这一秒其实没事。道德经第47章，不出户，知天下，不窥牖，见天道。你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你如何看待世界，而不是外在发生了什么事。如果你把专注力放在痛苦，你的世界就会充满痛苦。如果你开始专注于当下的美好，你的世界将开始转变。且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不仅会被过去的痛苦困住，还经常被未来的恐惧压得喘不过气。明明问题还没发生，心里却已经开始演练最糟糕的剧本，让自己不断焦虑。举个例子，我负债了，怎么办？未来一定很惨。但今天银行真的有派人站在你家门口逼你马上还钱吗？我还没成功，是不是这辈子都没希望了？可是现在这一秒，真的有谁在判定你的终点了吗？你以为自己是在未雨绸缪，但其实你只是在不断告诉自己的潜意识，这些可怕的事一定会发生。而潜意识是没有时间概念的，它只知道你一直在关注这些负面的可能性，于是开始将它们显化到你的现实里。那么该怎么做呢？实战练习当下创造法。下次当你发现自己开始焦虑未来时，请立刻做这2件事。第一步，对自己提问，如果我现在这一秒没有负债，我的感觉是什么？第二步，真实体验这种感觉。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让自己进入当下没有问题的状态，感受那份轻松与自由。当你开始这样练习，你会发现你的能量状态正在改变，你不再是那个被焦虑控制的人，而是开始主动选择自己的内在状态。道德经第64章，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，9层之台，起于垒土。任何改变都是从最小的行动开始的。即使你的现实条件没有立刻改变，但当你的思维模式转变，你的行动、选择，甚至吸引到的机会都会随之改变。这就是显化的开始。所以现在开始，从这一秒专注于你真正想要的状态，而不是让自己沉浸在还没发生的恐惧里。是的，当下的你
其实没有任何问题。道德经第26章，正为亲根，静为躁君。当你能够稳定自己的内心，你就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。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学会专注当下，让你的内在设定开始转变，并显化你真正想要的未来。留言告诉我，你最常被哪些过去的回忆困住？让我们一起释放它。记得按赞、加订阅、加分享，让更多人学会转变人生的方法。